是让我盼到终于在宜兰露营了。跟你讲，身为宜兰的骄傲，宜兰扛把子，我今天呢就带你玩最厉害的行程。最厉害的行程哦，但我跟你说，虽然你是宜兰扛把子，可是呢，你这个行程要能够说服我才行，因为我也算是宜兰圆山小孙女，1/4个宜兰人，祖父祖母以前是住宜兰的呢。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号？不过跟你说，没关系，宜兰小孙女你就不要担心了。我已经规划一个超完美的放电行程。哦，跟你说，从水里玩到山上，然后从白天玩到晚上。平常呢都是你带我出去玩嘛。这次来跟在我后面，跟紧我。哦，这样是不是？让我带着你去玩，来，走，出发。好，王子，我跟好。王子有什么需要捶背的吗？注意哦，我们接下来呢会把它洗到剩1心2叶。1心2叶不是茶吗？对，我只有听过茶叶采的时候要挑1心2叶，葱也要1心2叶。蹲高！哦，你这次好，怎么办？我回去了。没事。伞兵现在发挥了伞兵的精神，游刃有余哦。我跟你说，我带你来玩这个是最新最夯的水上脚踏车。在这样子的河道上面，本身我知道你是蛮路痴的，你确定我们等一下知道路要怎么走吗？我跟你讲，没关系，不担心，我们只要负责好好放电就好。因为我有带了东山河水行侠。葱在台湾的料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在台湾呢，一想到葱，你就会想到，当然是宜兰3星啦。这题还用问吗？这题全台湾人都知道，宜兰3星葱哇，那真是远近驰名。而且啊，据我所知，在3星这个地方，因为它汇集了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双山脉的山泉水，再加上兰阳溪水的水质也非常的清澈，日夜温差又大，这里的葱品质当然好喽。哦，你很有概念呢，很懂吧？对，所以我们第一站的超完美放电攻略就从3星开始。我们来看3星葱如何从产地到餐桌变成神级美食啊！对，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你刚刚有用到2个字“放电”嘛？这个放电到田里面的放电是有蹊跷，该不会就是要叫我们把这一整片的葱田都采收完毕吧？我知道你体力很好，但是先不要冲动。你想要采光这片田，也要看主人同不同意啊。哦，我愿意，他还不愿意。对，哎，易瑞，赶快来阻止一下姐啊！嗨，易瑞。你看看易瑞的葱田都没在采收的，你的葱都枯黄了耶。因为葱成熟的时候，它旁边就会有一些枯黄的、比较老的叶子，对，都会有，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对，不是我没有顾好它，但是实际上它在生长的过程就会有新的叶子跟旧的已经枯黄的叶子，这是正常的现象。就是它一定要长到某一个程度，因为它是循序渐进、依序生长的，所以下面葱白你要让它长到足够的阶段长度，上面就自然会代谢。有点像我们之前去拔那韭黄一样，我们采韭黄是有些老叶子也是会先挑掉。所以我们反而是要看到有稍微枯黄的才是可以采收的喽。对，学起来了。那我们就开始放电啦。好，我们来采。葱采回来之后，还要把它们洗得白白净净的，而且刚刚我们拔的时候啊，有这个黄色的葱段，就要把它通通都取掉，对不对？没错。洗完之后，我们会再把它晾干，然后分级包装。然后我们如果去市场买的葱，就白白绿绿的，就看不到这个土啊，或者是黄色的枯黄的叶子。那洗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因为如果只是把土洗掉的话，好像还蛮容易的嘛。那通常我们洗啊，就像在家里洗筷子一样，双手会这样搓它。对，搓根部的地方。搓根部。因为它在水里面很容易就把土给搓掉了。然后接着啊，我们第2个步骤就会去掉外围的那一片叶子。外围那种枯黄的这种老的叶子，把它撕下来，朝自己的方向这样撕下来。接下来呢，会把它洗到剩1心2叶。
一心二叶，一心二叶不是茶吗？对，我只有听过茶叶采的时候要挑一心二叶，葱也要一心二叶。对，没错。其实，在我们三星葱啊，现在这一种呢，就是保持它一心二叶是最好吃的部分。那什么叫一心二叶呢？比如就是我现在这一片叶子啊，从这个根部上来，这个白色开始都是叶子。对。那心呢，就是现在这里刚冒出来这颗心，我保留中间跟它左右两边这个叶子，对，就一心二叶。像我这个就没有一心二叶啊，有一心二叶，没错，所以这就是好吃的秘诀。三星葱有名不是没有原因的，对，我们对品质是很要求。对啊。想加多少自己加吗？对，通常我们会建议到2汤匙的量，或者到2汤匙半这样子的量，大约。都讲了2汤匙半，那就是2汤匙半。都来三星了，当然要大方的吃葱啊。你这个已经3个汤匙了。因为我们三星的葱够好，所以就算我这种笨手也是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吃。重点是它的味道，对，不是它的外观。对，你看，其实我还更惨，有点大惨哦。你怎么回事？比较起来我是蛮好的哦。对，其实我是我啦，对不对？你觉得你做的不好，看我有好一点；我觉得我做的不好，我再看他也好一点。看你们这样，我就放心了。いただきます。葱香就算了，还好多汁哦。对，而且它的葱就是你吃着是会有葱的甜味出来，不是说一般一些葱有那种呛辣感，它完全是很顺口、很香的。真的，三星葱真的好好吃哦，葱白葱绿都好好吃哦。葱白也非常的甜脆，然后葱绿呢就加了一点甜原味在里面，这个甜度真的是怎么吃都觉得满足。笑兄弟，羊，笑羊，兄弟，要不要吃一下？他那边没有笑羊，给你。天颂皮车站真的超美的，这个车站的淡蓝色车体数十年如一日，看起来浪漫感真的爆棚哎！哎呦，不愧是我们的铁道达人，看来你对天颂皮这个车站蛮懂的嘛。略懂。这个车站我知道它的历史，因为当初在日本时期，宜兰的林铁通车，森林铁路通车呢，全线37公里，10几个车站里面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天颂皮车站啦。而且我还知道，之前拍偶像剧的时候，这里是里头的场景，花田村啊，花田村不止我，很多人都知道哎。哦，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花田村资讯有点久了。对，现在呢，它不单只是一个拍照的文青车站，现在已经全面升级为林铁文创园区啊！还升级了，所以有更多玩法，是不是？那当然，跟你说，等下第一站，我先带你搭一下复刻经典，会让你有很多梦幻泡泡的5分复古小火车。出发！哇！他刚刚哔了一声，噗噗，小火车出发了！竟然有这样子新的体验玩法，是可以搭上小火车，对不对？你那时候来的时候没有吧？我以前来真的没有哎，你很会安排，你完全
有拿捏住我们想要体验的这种怀旧心，或者是有一点想要少女心喷发的那种泡泡心哎，没有骗你，真的有泡泡浪漫泡泡的感觉。你看这泡泡，然后我们在常游在这个园区里面，多可爱啊！因为以往我来到天颂坪车站的时候，都只有静态的一些展示，对，没想到现在是可以直接坐在这样子小小的车厢当中，也体验当初临铁是比较窄车道、窄车厢的这种氛围跟感觉。你这个安排姐很尬意啦，很会带，而且以前它的蒸汽火车头就是过这种窄窄的车厢，然后在太平山跟罗东之间往返，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体会到那种林业的感觉。是啊。再加上缓缓慢慢的前进，一点点宜兰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哇，真的好舒适宜人，高质感体验。是，哎，看来你很满意这个安排。不错，给你赞赞。你该不会也想要深刻体验伐木业的生活吧？我是蛮想体验，但我觉得你眼神有点怪怪的，怎么回事了吗？眼神怪怪吗？但是我跟你讲，你等下看了就知道，你会心甘情愿的跳进我这个安排里面。有陷阱是不是？Windy 是的，好了就可以上来喽。哦，好的，教练，你竟然还安排了这一趴，我以为我们只是搭乘一下游园车，悠闲放松一阵子，还有体能挑战。哎，当然，就跟你说的是升级版啊！而且你是女铁人，怎可能让你那么轻松哦？只是单单的一般的行程，而且重点是这个行程呢，是跟我们以前的林业文化是有息息相关的。是啊，刚刚说我们体验这个其实是有历史脉络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早期太平山那边会砍树伐木，然后运到我们这边来，是那时候的树都很大棵，随便一棵都10几20公尺，所以就是让客人去感受他当初的伐木工有多么不容易，去致敬他们。据我所知啊，伐木业在以往运送木材的时候，也会有例如流笼啦、滑索啦，好像跟我们做这个高空体验也是滑索什么，也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像是我们这个空中吊桥，这个树跟树连接中间，那他们当初要移动的时候，那就只能在高空上去做作业。甚至我们等一下会玩到的那种在树上走钢索这样子，对，它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建造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总共有7个关卡在上面这样子，7个关卡都是跟伐木工来致敬的。没错，这算是一个深度的职人体验啊。对耶，你内心有帮这件事情做好很大的酝酿。对，而且你看哦，你看上面的风景，哎，多漂亮，旁边的山景，对呀，多美啊！南洋平原的稻田，处处都是绿意耶。你这个安排非常有心。对，那我们就开始体验。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伐木工上工。好，我要过喽。中间。伐木工好辛苦哦。哎，伐木工真的是要对高度毫无畏惧耶。好。好，那我过去喽，来喽。耶！好，我们准备脚收起来哦。OK， 好，慢慢靠过来就可以了。好，好，小心头哦。哎，为什么颠倒啊？好，来，准备脚收起来哦，脚蹲高，蹲高。OK， 好，慢慢靠过来，小心头上钢索，慢慢靠进来就可以了。教练，你确定伐木工有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核心吗？就知道他们当初多不容易了。真的，以前的伐木工人都可以那个参加综艺大集合。对，肯定是魔王的，魔王等级的。橡木头是钢筋，对，到中间，橡木跟石膏要这样子对。我2个，我来了。成功！我不喜欢跷跷板，教练，跷跷板跟伐木工也有关系吗？
因为他们上面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障碍。哦，会有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有一个向下坠的感觉。对，因为你要调整你的重心，有可能那种树木跟树木之间的有些对，那个会有落差的时候。这一关看似简单，其实蛮累的，安全性很高，因为包覆性很好，可是很累，因为手臂好酸哦，要撑开这个网子。好，走喽！哟呼！呀哈！ OK， 准备脚收起来。好，慢慢靠过来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我过去了。好，可以出发喽。耶！好，准备脚收起来哦，蹲高，蹲高。哦，你这次好。怎么办？怎么办？我回去了。完蛋了，不瞄啊！他把脚顶回去了。 BBQ 完了，卡中间了。你稍等一下哦。我来喽。本来应该是最轻松的，很轻松的滑索一个关卡。对，可以了。哇，对，小心手哦。OK。 你看，就是把这个游戏玩得很有趣吧？加量不加价。可以，哦，可以。安全落地，厉害了，标准。它下来了。哦，小力点哦，小力点哦。好，来。OK，恭喜平安降落。哎，很好玩哎。这就是。但是。 伐木工好辛苦啊！伐木工真的很辛苦哎，因为我刚刚就想说，其实高空体验我们之前也有体验过，对，但我们从来没有用伐木工的角度去设想这件事。对，所以我们是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木材，他们真的好辛苦。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带着一种挑战自己啦，或者是体验的感受、看风景的感受，因为有了阿轩教练刚刚给我们的说明，所以这一次在体验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说，哦。 那这样子摇摇晃晃，伐木工还要作业，对，更可以体验他们的辛劳。是的，确实这样子的设计跟历史轨迹有很大的连结，对啊。对，而且跟你说，你看我们这个行程，你看有看到风景，有体会到以前的伐木的辛苦，对，还有玩到一些高空刺激的部分，是。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行程哦。还有，当然有，你一定是想要我称赞你，你棒棒。哎，那我们就出发。 哎姐，刚刚的伐木星空挑战对这女铁人来说应该是小蛋糕一块吧？哦，这是当然。虽然说在上面呢，感觉很刺激，很爽快，可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一滴汗也没有流哎。我就知道，对你来说这种体力好的这种体验呢，对来说太简单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下午还有满满的行程要跑。 那身为一个在地体贴的导游，已经帮你安排了美好的美食充电行程。哦，美食充电，宜兰的美食名单列出来，真的想到就会要流口水耶。是不是？那我们就在前面带你去吧。啊，你已经有心目中的名单了？肯定有，安排好了。中破塞之子不能落口。对对对。 谢谢宜兰小王子，因为这间店我知道真的是3星名店。之前我来，人山人海排到外面去，挤不进来。托你的福，我们可以享受这一桌的菜肴。是不是在地人不是叫价？哎，不瞒您说，其实呢，我也是从小排队排到大的。 没有特权是不是？这次呢是透过 GoGo 台湾这个节目的名义，跟老板说，哎，可不可以让我有点特别的名额这样？哦，所以不是 GoGo 台湾节目蹭你啊，是你来蹭节目。对，是我来蹭的节目。你这样对吗？没有，因为他这间店是真的非常有名，算是很多宜兰人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合理，对，不只是宜兰人从小吃到大，真的很多游客是一访再访，等于说吃了一次，下一次来宜兰玩还是列入再吃名单。对，因为这间店算是传说是台湾的土肉始祖。对，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这边的林业很发达嘛，对，那因为林业发达就吸引很多的商人。那第一代老板他那时候是经营酒家。 他从他日式厨师那边学习那种炸贴布的炸物技巧，然后把这里脊肉呢去筋去油之后，再裹上特制的面衣，
拿去炸，所以才发明这道特殊的料理。哇，你真的有研究那是当然，中破塞之子不是开玩笑的。哎呀，中破塞之子真的是第一次听你讲菜讲这么多的话。哎，是不是？因为代表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好，蘸一点点它的椒盐。哦，真的好好吃。怎么会这么的有 Q 弹劲儿？对，它的面衣很厉害，就是它特殊的面衣，然后它外酥内嫩，就你吃一吃，你嚼着嚼着，你可以吃到猪肉的那种甜味，清甜味。对，其实它的猪肉吃起来真的很鲜嫩，对，会有一点点那种鲜滑鸡肉的感觉，就真的很香甜。它的面衣也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但是呢，你又觉得它没有吸到什么油，哎，很容易一口接一口，非常危险。这真的很刷水，一口接一口都停不下来。你不要想说一盘大家 share， 我觉得一个人有可能就吃掉一整盘。对，因为重点是它也不油腻，对，很清爽，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哎，那除了不肉之外呢，来宜兰一定要吃鸭赏啊，这必然的。对来宜兰没有吃到鸭赏，觉得来宜兰的少一位，少一位，少一对不位。对？这里的鸭赏有什么厉害特别的地方吗？哎，它就是因为宜兰的鸭本来就很有名嘛，樱桃鸭，对，这样有特殊的香气在，对，而且它是用凉拌的方式，对耶我们夏天来吃也非常清爽。怎么会有？哦，那个甜度，对甜度好厉害哦。对，而且有没有发现，因为宜兰葱非常有名嘛，对，那凉拌呢，他们会把蒜苗跟葱苗拌在一起，凉拌，所以你会多一个香气。鸭赏的嚼劲、青葱还有蒜的脆度，整个加在一起，真的就像你讲的，是清爽感。夏天吃很适合，而且这个甜味会让人觉得身心都很舒畅。来圆山住宿的话，就是要住这一间，这间在圆山很有名。对，这是非常顶级，在圆山依然非常有名顶级 V 啊。对，你也知道，那你真的有懂哎。但是我没住过。哦，这么刚好，我也没有住过哎。你也没住过是不是？对，宜兰小王子也没住过吗？哎，对啊，这很合理吧？因为毕竟我是宜兰人，所以平常我也很少在住外面，在宜兰的话。哎，好像有道理。我这次也是趁着节目的机会，刚好我们节目好不容易来宜兰录了，那我趁着机会可以来住一下。又蹭就对了，就本来觉得我们节目是要来蹭着你，对，结果都是你来蹭节目。想不到吧？想不到，走了你们的路。哎，真的想不到。不过我来到这边啊，我也觉得哇，整体空间非常的宽敞，很舒心，而且很有设计感。不管是庭院的装置艺术，或者是你看它的主建筑，都不是方正型的，一定有藏很多的设计概念在里头喽。对，你看我们那个外面的光建筑，它其实也放了很多宜兰的元素在里面。这一点你也是略懂。这点就是不太懂，不懂，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民间友人。啊，民间友人就可以。对。小王子你要加油，好不好？跟民间友人吸收一下。嗨，东东，我们来啦！嗨，威尼斯达，欢迎来宜兰莉莉威斯汀度假酒店，我是东东。哎，东东，刚刚温妮姐把我考倒了，她说我们这个度假村的那个建筑啊，就有特别的元素在里面。那我想说，你比较专业，你来解答好了。对，因为主建筑不是方正的。对，没错。其实我们这一整个的一个飞机的意象啊，它是其实传达了这个宜兰历史的一个承载。从日据时代的时候啊，宜兰圆山地处高地，其实在那个时候，宜兰的圆山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飞机场，所以借由这个历史意涵，然后我们将外观设计成一个纸飞机的一个造型。哦，原来是纸飞机，纸飞机的造型。对，所以它不是方方正正，而是像飞机头一样，有一种要翱翔前行的感觉。那个也是宜兰威斯汀想要传达给旅客的一个我们用飞机的意象，那带着旅客一起翱翔在这个美好的旅程。我看像饭店的门口啊，也有装置艺术，走进来之后也有很多的意象概念在天花板上。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饭店想要传达的这个意象就是我们在饭店里面啊有非常多的艺术品，那包含了这个的话是台湾的一个艺术家是尤文富尤老师的一个作品，那他是用自然的一个媒材
然后用天鹅自然脱落掉下来的这个羽毛，还有数千根的竹枝来做搭载的这个意象艺术作品。那您觉得这个像什么的一个？云朵，对啊，有蓬松的云朵，其实它叫云寒霞光。对，因为里面有透出一点点黄色、黄光，橘红，对。云寒霞光其实它代表的意涵啊，其实就是温泉的一个孕育之气。对。那其实在这个整个木质调的一个氛围里面呢，它也有比较童趣，那有轻盈的一个意涵。有温泉的意象在里面，所以温泉这个含义应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礁溪温泉吧？最有名的礁溪温泉。不是，我们这边呢是100年历史的圆山温泉哦。圆山的温泉是天然的温泉，对，而且我们的泉质啊，它是跟礁溪一模一样，都是旅客最受欢迎的碳酸氢钠美人汤。对。那原本这个温泉的话，它是只有给日据时代皇军来做使用的，那我们宜兰威斯汀把它开发出来。对。因为是皇军使用的温泉，所以以前军事上面是要比较秘密的，相对隐蔽，对，不能对外宣扬。难怪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很多宜兰人都不知道，因为大家知道圆山可能想到有溪水啊，有涌泉，但是没有想到在圆山会有温泉。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入住的话，也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温泉放松的旅程。一定要在我们秘境温泉好好享受一下碳酸氢钠美人汤的魅力。哇，太好了。Oh my god， 思达，你推荐朋友来这里，你真的值得200个倍儿棒贴纸哎！是不是？我跟你说，这里真的值得200分这个分数。你看，独立的 villa 有很好的隐蔽性，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不会被打扰。你看，还有私人泳池。对啊，自己私人的泳池，这个戏水起来超没有后顾之忧的。直接来到海岛国家感觉。重点是，你看。独立的交谊厅，哇，好大哦！这个交谊厅、客厅的空间直接挑高哎。对，挑高之外，它的天花板是这种木质调的，它那种木头装潢感觉，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有，而且也有一点点禅风，有一点禅意的感觉。房间真的也是很有禅意的感觉，好多的木质调，好喜欢哦。闻起来那个木头的香气，好像在森林里一样。对，我觉得就是进来就很放松的感觉，而且它一开始进来很直觉，就是它的房间很宽敞，对，看起来就很舒服，然后就不会有那种压迫感。采光也非常的好，这整个采光好之外啊，还可以直接看到在窗外整个 villa 庭院的这种植栽水色。其实如果是小朋友在戏水的话，大人在上面这样看着也觉得很安心。所以虽然你安排的是放电之旅，可是我觉得住进这里也真的有充电的感觉。那是肯定，因为放完电也要好好的充电。但是我觉得姐，我跟你说，我觉得你满意的太早，又太早了。对，你觉得只有这样吗？不止这样吗？当然不止啊，我们这次是昼夜的旅程哎。所以晚上还很有得玩。那当然，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宜兰没有什么夜生活？我是想说，都已经住到这么清幽的地方了，应该晚上就是早早洗洗睡。我跟你讲，那你大错特错，我帮你安排了一个晚上暑假限定的旅程还是限定版的，那一定要参加。那一定要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先放电，再充电，晚上继续放电，放电完再回来好好充电。哎呦，太好的循环了。姐，刚刚有休息过，充饱电了吧？那夜生活要来了，期待吗？超级期待！但是 Vicky 老师，夜生活不是应该要灯红酒绿感觉热热闹闹的？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如此安静，一片静谧的森林，要过什么夜生活？在宜兰的夜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会静静的观赏我们最美丽的星空。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啊，据我所知，夏季星空是很精彩的。
对，夏季星空我们可以看到最明亮的3颗星星，那是非常清楚的星星。在天空上你可以看一下，顺着我的纸芯笔看一下，那边最亮亮的那一颗星，我们是织女星，是我们夏季最亮的3颗星其中1颗星。这颗星大家一定都听过啊。织女星，那织女星往下方再找的时候，你会找到牛郎星。我们刚刚说夏季是个大三角形嘛，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右侧这上方那一边会有一颗天津市。天津市，对，那是天鹅座的一个星星。那这3颗星就会结合我们的夏季大三角。哦，这个我有听过，夏季大三角。那你就会看到那3颗最亮亮的星星。啊，真的很清楚哎。哎姐，你既然自称为圆山小孙女，那你知道圆山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哦，我当然知道，但首先我要纠正你，我不是自称圆山小孙女，我本来就是圆山小孙女，注意你的措辞。而且我当然晓得圆山的特色啊，你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土生土长宜兰人呢。圆山就是水的故乡啊，水质非常好嘛。复议，对，水质真的是超好的，就是圆山养殖出很多农产，还有很特殊生态的很大原因。对，也可以跟你讲，不止农特产，这边养出来的水草品质也特别好。我晓得这个地方我有印象，之前我也来过，它是台湾少见的水草生态休闲养殖园区，对不对？对，而且跟你说，已经不是像你以前来这样这么简单，现在多很多新亮点。又有新亮点，我带你去找我们水草达人朋友。哦，哎，阿全，嘿，嗨，阿全，你好。阿全，你在做什么？我在照顾这个水草啊。这里有一个水草，蛮特殊的哦，它是一种香料的味道，叫做大叶甜香，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到的一种香料。胡椒？这个不是，是这个八角，这个八角，对对对，对，有种卤肉的味道。哎，你不愧是卤肉饭达人哎，卤肉你很熟。大叶甜香又称为水八角，哦，它用途的话，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八角一样，可以拿来卤东西，但是它卤久了，跟一般八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变苦，它会越卤越香，还会越卤越甜。所以才叫到大叶甜香。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用，就是它是天然的防蚊液，对，所以它其实用途蛮多。但下次可以在我们被叮之前先跟我们说。但是啊，在灌溉的沟渠里面就可以找到水生植物或是一些这种天然植物，应该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一定每个地方都办得到，大概就只有圆山这种水质好的地方才有机会了。对我们这里的话呢，因为水资源的话，很多地下的涌泉水，水源非常丰沛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地方世界各地来到的水草，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种好、种多，量变大。那现在园区里面总共有多少种的水生植物或是水草植物啊？整个园区加加减减，包含观赏、包含食用的话，大概有200-300种。很多其他国外的啊，或喜欢水草的朋友，会来我们这边呢做交流。所以可以讲这里是国际级的景点。对，就是水草界的台湾之光。是耶，那继续带我们来探索其他的水生植物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就走，带各位去我们生态池去看一看。哇，在生态池里面一叶轻舟的感觉耶！我们被满满的植物包围着了。但阿全，这些植物啊，一刚开始并不是以水草的生态样貌这样生长的，这边以前别有用途，对吧？对啊，这个地方以前的话呢，是在养殖鳗鱼的鱼塭。但是后来的话呢，老板把它整个打通了之后，让它变成一大片的一个生态池，然后陆续种了很多水草，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哦。现在旁边这个呢，应该一般在外面最常看到就是这一棵植物，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它叫做睡莲。它有什么特别的吗？它其实蛮特别的地方，其实它是可以吃，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吃睡莲，吃睡莲。我们睡莲的话呢，跟荷花、莲花不太一样。荷花、莲花就是莲子嘛，还有莲藕。对。那睡莲的话啊，它其实茎也是可以吃的。哦，真的吗？吃筋？对。跟我一样，现在我觉得很吃大吃一惊。真的是太吃惊了。它拔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外面的皮剥掉。对。那吃起来有什么味道？有点像芹菜耶，有点像芹菜，口感上很脆，口感上有点像芹菜，很脆很脆。其实蛮多人会形容它的口感有点莲雾，对，莲雾，很像莲雾。对啊，可是有没有发觉到吃到后来，其实有淡淡的咸咸的一个味道？海盐莲雾。哎，有点像，可是这个是淡水哦。哦，那为什么会有咸味呢？为什么会有咸味呢？因为它本身植物的话，它被煮过之前，矿物质都还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吃起来其实会有淡淡的咸咸的味道，是因为矿物质的部分。生态池上划船真的很难得耶，台湾应该很少地方可以这样体验吼。而且平常我们都是在岸边看，现在换不一样视角，在生态上面看这些睡莲啊，看这些水草，其实不一样的风貌，而且很浪漫的感觉。哎，阿全，嘿，那一颗一颗好像小绣球一样，好可爱的花，也是水草吗？对，它也是水草。水草不是只有长在水里面的才叫水草，其实有很多水草它是很大的一棵树。对，它眼前这个叫做枫香树。因为为什么叫枫香树呢？其实就是因为早期在农业时代的时候，都要自己生火，然后去煮饭。那在生火的时候，那个红垢啊，那些就是用这棵树木的木头下去做的。一颗一颗像绣球，好可爱哦。对呀，你看在生态池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水池里面、水池下面，还可以看到水池上方，就是处处都有植物天地的感觉耶，好特别的体验哦。听说我旁边这位平常自称自己是钓鱼界的高手，是吗？我跟你讲，也不是自称，是人家封给我的。你知道钓虾跟钓鱼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啊。但我跟你说，我平常就在钓场走跳，而且我又这么瞎，跟你说我一定 OK 的啦。不然你不信，我们来 PK 看看。所以鱼可以，虾你也可以，就对了。鱼虾双栖，双栖好 ，PK 就 PK， 输的人剥虾给对方吃。好 ，PK。找到一个贪吃的，哎，他放掉了，他欺骗我的爱情。他们都不饿。哎，有了，帮他起来，哦，有哎，厉害。好，有事吗，小王子？小王子，你还好吗？你那边？我来看这只虾子有没有瞎掉，怎么被你钓到了？思达，你带我来到这个东山河生态绿洲，我个人觉得呢，它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惬意。不过这个经典的地景，大家一般来可能都是散散步而已耶，这种玩法我还没体验过呢。我跟你说，我带你来玩这个是最新最夯的水上脚踏车。哇，在这样子的河道上面，本身我知道你是蛮路痴的，你确定我们等一下知道路要怎么走吗？我跟你讲，没关系，不担心，我们只要负责好好放电就好。因为我有带了东山河水行侠。啊，东山河水行侠。对，我带教练来啊。好帅的称号哦！导航，对，一晨教练。一晨教练，为什么你看起来踩得很悠闲？哦，因为我们这个器材之前设计就是专门设计来给可能老人家或是小朋友也都可以轻松驾驭的。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也都有在玩水上活动嘛，那可能划船的啊，或是其他的水上活动比较有限制，你老人家小朋友比较没办法。对。哦，所以我们才做这个
水上自行车器材。我们最高纪录啊，90几岁的老奶奶也骑1个多小时。对，所以一定可以的。对，而且我们生态绿洲东山河这个场域啊，它算很平静的水域，而且很安全。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生态很丰富。对，像我们现在骑在河面上啊，有风在吹，我们就很舒服。生态绿洲园区啊，是全台湾唯一有火车穿越的园区，只有我们这边才有。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山河是不是很大条，对不对？很大一条。但我们以前旧的东山河很小条。来，你们看我们右后方。有一个小缺口、小河道，有看到哦？有。对，那个就是以前旧的东山河，就是从这边流出来的。据我所知，以前的旧东山河有很多承载，比如说货物运输啦，或者是说一些贸易往来啊，还有物资啊、生活所需用品，都是靠旧东山河对。那我们东山河啊，全长大概有24公里。那我们现在走的方向就是往下游走的方向。好，那我们东山河这条河域啊，有很多园区。那我们生态绿洲是在最上游，我们往下游走会经过我们清水公园、船艺中心，都在我们东山河这条河域上。那像我们现在这样骑啊，我们慢慢骑，我们如果骑到出海口，应该半夜有机会到。半夜，时间的问题而已。等一下，这个小缺口进去就到我们生态绿洲的湿地教室。哦，里面进去就是我们的秘境了。我们要跟着教练去秘境了，还好有教练带，不然宜兰扛把子真的是不会带我转弯的。好，等一下我们往右边走。哦，你们可以仔细看。那只是什么？好多。哦，那一只是夜鹭。好多鸟哦。好，我们右手边这一块就是我们的鸟类保育区。哦，我们这边水鸟、候鸟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那你们可以仔细看它的草丛是比较茂盛，对不对？对。哦，因为我们园区故意这边都不整理，让它有些水鸟、候鸟可以躲在树洞、躲在草丛里面。哦，让它们有栖身之处。好宁静。这是个世外桃源，一个小秘境。是。对。正前方那个绿色的铁路桥，它是不是有2头高高尖尖的？哦，它就是仿照我们宜兰很有名的龟山岛，龟山岛的意象下去打造的。哦，对，左边比较低的地方就是龟首，右边比较高的地方就是龟身。姐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安排如何啊？白天我们刚刚已经踩过水上脚踏车了，那晚上我还用电动船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体验不一样的美景。我觉得现在很浪漫，整个 romantic 的感觉。但白天你都已经会迷路了，在河上你都已经看不太清楚路了。晚上你应该也是很需要带路达人喽。我跟你说，晚上完全不担心迷航，因为呢，我们有最懂宜兰之美的代理县长林茂生林县长。茂生县长好，好浪漫哎！欢迎大家，欢迎你们。现在夏天的时候来宜兰，真的是日夜都有不同的玩法，尤其晚上这个玩法在东山河生态绿洲里面，我觉得很有 romantic 的气氛耶。对，好，我们宜兰得天独厚，因为我们的这个光害不像西部。所以宜兰有低光害，也因此每天的夜幕低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宜兰非常静谧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星空，还是我们整个这一个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南洋星空赏萤季。那透过这一段时间可以大家来宜兰这边慢慢的来旅游。那白天我们可以到各地的好山好水的景点去游玩。那甚至于我们也有好吃的新鲜的海鲜。那晚上可以来，像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坐着小船，看着星空，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整个静谧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透过这样子的游程的安排，我们还搭配了我们像有17个合法的休闲农业区，以及我们的博物馆、我们的民宿、旅宿业者，大家一起来有专业的导览员来导览
整个来了解整个星座星空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边真的是除了可以好玩好吃，也可以得到一些星空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欢迎全国的好朋友都能够莅临宜兰来感受来旅游。那来了看完星空，也要记得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哦。对，这次你带我这样子充电放电日夜双栖的玩法，我觉得有很多是我都不知道，原来现在有这样子的新玩法、新亮点，所以你确实是没藏私。对，跟你说依然是玩不腻的，玩不腻。对。